佛爷，什么痕迹都没有。迅速检查每个门道。是。走。是。返老还童，什么意思？求生无门。佛爷，这门被封死了。求死无门，这门也被封了。哎，这里的门都有名字啊。这浮雕上雕的是啊，一个人的起死回生。起死回生。八爷，啊，你看这幅，画的是不是白天和黑夜颠倒了？是啊，这些浮雕上雕的内容都跟时间变化有关。为什么还要把字写上去啊？工匠水平有限，为了能让来的人看懂，索性把字写上去了。难道建牢的人文化水平不高？那至少他们还14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老五啊，你不是不识字儿吗？是噻。五爷，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？阁试楼。阁试楼啊？难道这里跟阁试老祖有关？阁试老祖？这是哪个鬼啊？这是民间的一个传说，我也是小时候啊听我爷爷讲起过。100年前的长沙出现了一个奇人，叫阁试老祖。因果自觉开，我祖等你来。传说啊，他能逆流光阴，改天换命。当时的皇帝想把他占为己有，就派了10万人马围住了长沙城。哪成想啊，阁试老祖的法术在他们到达长沙城门前就已经全部启动，所有长沙城里人的脸全部模糊不清，皇帝根本无法辨认谁是阁试老祖。最可怕的是，那天晚上，皇帝自己的脸也看不清了。好吧，啊，边走边说。原来不止我觉得你烦啊！小鱼，把门炸开。是。
可是老祖为避兵灾，做法遁逃，带领信徒去了一个叫须弥境的仙境。他们在里边建了世外桃源，有无数金银珠宝。这个楼或许是通往须弥境的入口。难道401他们也要去须弥境？是401的东西。找到了，3寸定说，401部队就在前方不到800米。目前他们正在不断前进中。伙计们，都给爷活动活动。只要追到了，有些人就得退出九门了。咱们几个可千万别浪费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！走。走。哎，你们不管我了，等等我呀！这耳室怎么也有4个一样的门呀？哎呀，宝贝儿啊！哎，这里也有小人儿。赶紧啊！我不错呀。不要摸瞎子呀！完了，这儿没盗洞也没铲子，你爷爷这不走寻常路，这耳室有点不对劲。咋了？少布，怎么了，少布？少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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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怎么了？小波！出事了，回去看看。怎么了，小哥？怎么了？回去，快点是。勒索，在回什么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咱们才进来半个小时啊，这地宫你也忒着急了吧你？哎，你还真别说，你最近本事见长，真的。剩下这3条路，不会也跟这条一样，走不出去吧？小哥，你还记得刚刚那个房间里的字吗？不要走回头路。啊？爷爷的笔记上面也记过类似的话。不能后退。有点麻烦了。这个地宫真的有规则，不过有件事是非常明确的，就是我爷爷当年出去了，所以我们一定也能出去。回头路不能走，这里有3条路，3条路中肯定有1条是出口。要我说呀，不行，咱们就直接绕到金刚墙那边，拿手刨出去算了。不可能，刚刚地裂塌下来，沙子起码堆了几10米厚。如果你用手刨，且不说一边刨一边塌，就算你把2只手都刨废了，也刨不出个2、3米。所以我们必须找铲子。吴雪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老子怎么回不去了？你放什么狗屁！地宫又不是我们家，你算老几呀？胖子，也配我们算计你？胖子，算了吧，不要浪费口水，走。讨厌！小三爷，对不住啊，我们都听你的。之前看到些什么，不妨提点一二啊。这里应该不能走回头路。老大，
我们要不要听这孙子的话？如果要在你和吴邪之中选一个的话，我肯定听吴邪的。还记得走咱们的辽子给咱们多少钱吗？能给这么多钱的话，这里一定不简单。都给我稳住了。老苏，吴邪说不能走回头路，咱们该怎么办？试一试就知道了。我们人多，可以分开探路。哦，试一下。前面那条甬道，就由你替大家趟一下。好。我来趟。老大，那个这边我去了。老大，我来。兄弟，你不信吴邪，其实我也不信。这回头路就由你为兄弟们去趟一下了。我不去。兄弟，你还记得出村之前你妈跟你怎么说的？她说要你听我的话，跟着我能发财，对不对？我会害你吗？等从这里出去，你就能发财了。还不是你亲戚吗？干我们这行有一个规矩，要想发财的话，就要从最没用的人开始死。那这里面最没用的人是我，应该我先去死呀。宝贝，我说你有用，你就有用。我这儿没问题。这里没问题，要和之前一样的小人用。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啊！أخا ارجع أنا متى شي حتقل جواي بيتكي وشت هتك بدك تشاه 看来他们是找到茬子了，怕我们知道，故意说些我们听不懂的话。玩心眼儿是吧？先别管他们了，我们继续找。
那边死人了！我去，他们这也太拼了！哎，咱也得努把力啊！嘿嘿，还有你，努努力，嗯。要不咱们俩也死一个？别呀，活儿多好啊！找铲子，找铲子。小哥，Миний нурууд эрдний чулууна. Та нар тэндээ хүлээж бай. Би суахтай уулзаад очиё. 哎，我说那边呢，注意看规则，免得把人害死。老苏，老苏，巴图，我的成色怎么样？这个船上都是极品古玉，每一枚都价值连城。老苏，你说怎么会有人在这低空中打水池景观呢？这应该不是水，是桐油。桐油？干活。哎。田真，田真，过来看这。死于脊椎骨断裂，是我爷爷队伍里的人。那他也没铲子呀。哟，这还有镜子，嘿嘿，哎，照着你胖爷我这张帅脸，呸，唰，这皮肤还是有点干呢，地上画了个月亮，月亮上又画了个叉。小瞎子信了吧你？地底下哪来的月亮？
中共的。胖子，这光有问题，小心别被照到。我去，还真有月亮。身手不错呀，铁真。这几年和瞎子没白待。铁真，快想办法！胖子，水，有水，小哥，接上。嘿嘿，来吧，走你！胖子，你没事吧？还行啊。嘿嘿，福大命大，嘿嘿，哈哈哈，没事儿，嘿嘿，胖爷我福大命大，哈哈哈。哎，这怎么还唱歌呢？这个，不至于，不至于啊。坏了！哎呀！我这脖子怎么回事？手脚还不听使唤，哎！
将军，快想办法！对，差不多。将军，反了！过了，差不多，对，就这样，差不多了，你别说，这么动一下，舒服多了。哎，看好你儿子，下次再惹我就揍他。这是我亲爹。这里不安全，快走。等我给我亲爹缠上点儿。完了！看来咱们得在这儿陪小人了。现在唯一的办法，就是把月亮敲下来。快走！小哥！胖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没事。哎呀！小哥，小哥你怎么样？小哥你没事吧？小哥，你们先走。好，那我们先去找工具，然后想办法汇合。小哥，你小心点啊！罗素，你捡那些不值钱的石头干什么？这里的规则是全部带走。这是小心啊！啥情况？咋会突然起火了？我错了，全部带走的意思是要连着桐油一起带走。
那些石头接触了空气就会自燃。没有我，你们走不了。这里面全部都是规则、机关，你们看不懂，就死定了。带上我，带上我，我不会给你们拖后腿。我藏的东西，我3，你7，啊？他不会分你钱的。有了这些钱，你就可以离开他了。而我只想活着。武神，武神，武神。苏慧山，某人带着铲子能去哪儿啊？
田真，这儿。那边没有路，只能爬上去。啊！别动！胖子，救不救？救就救呗，还能见死不救啊？活的，有反应。醒了，兄弟，嘘，别叫，别说话。别说话，赶紧出去，明白吧？起来。田真，我没事。怎么回事？机关坏了，走不了了，我爬不上去了。你们赶快走吧。走！田真，手给我！田真！都还活着呢。你说呢？你们跟着小哥来到这里，是想出去吧？小三爷，你肯定知道些什么吧？这幅图是我在刚刚那个地宫里看到的。从这幅图上看，我们应该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探索这个地宫。
而是有高低的落差。如果金刚墙在2楼的话，我们应该在1楼或者3楼。现在最主要的是，我们应该去这儿主殿。你怎么就确定这幅图一定就是真的？因为这幅图就是我爷爷画的。我爷爷以前是个文盲，建国之后才学会了写字。就是因为他的字是后练的，所以总会有一些以前的影子在里边。那个，不让走回头路，到底什么意思？应该是这个地宫要把人困住的防盗机关。我们时间不多了。根据刚刚那个地宫里的壁画来看，这个地宫应该是一群术士建造的。这地宫的小人虽然看上去很古怪，但细想一下，都与古代的幻术有关。破面刺眼，一头之茧。这群术士还有一个不传之秘，他们能让所有人都相信眼前所见即为真实，所以曾一度被奉为神仙。没错，后来因为他们私修天文历法，被当时的朝廷诛杀。逃出去的术士就在戈壁上建造了这个地宫。你说朝廷为什么要跟这帮术士较劲？因为古代皇帝相信天文星算等学说会影响国运，所以明令禁止民间私习。那这群术士为什么冒着被杀头的风险，也要私修历法呢？闭嘴！我现在不关心他们为什么研究天文，我只关心宝贝在哪儿。这怪物是什么？还有究竟咱们该怎么出去？你不是我的军师吗？啊？为什么他能说那么多呀？说！你们听说过飞叶鬼吗？飞鬼？飞鬼什么鬼啊？传闻，近代有位名叫杜九游的术士，他曾用一门幻术造出一种名为飞叶鬼的怪物，不仅杀不死，而且生长极快。后来由于这门幻术过于真实，不久便被朝廷下令禁断。到了，走。小心点。哟，这棺材够稀罕的啊！嘿，这可得好好研究研究啊！这万一里边有出口呢？我劝你早点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就研究研究，咱不开啊！你看，
开关永不见天日。这谁写的？这是规则吗？这就是个装饰。不管是谁写的，在这里的一切，咱们最好遵守。哼，咱不开，啊，不开。我下去看看，你小心点。不开。这帮变戏法的，还会驱魔呢，业务范围挺广泛啊。再广泛也没你广泛。哎，不是胖爷我眼花了吧？这儿除了刚才那个不能开关，怎么一条规则都没有啊？啊，这说明除了爷爷和李关镇，没有活人来过这里。那边的孙子，胖爷我没舍得开的关子，让你给我开了！老子这趟下来，你给我滚下来！死了多少兄弟？我不可能就这么空着手回去！你给我下来！孙子，还开你！孙子，孙子，你给我住手！我操！你开枪啊你！我没子弹怎么开枪啊？金子，一棺材的金子，发财了，兄弟，咱们发财了！这群术士还有一个不传之秘，他们能让所有人都相信眼前所见即为真实。胖子，我们可能要出不去了。这不是什么金沙，而是一颗彗星在掠过地球的时候撒下的一种奇特沙子。这种沙子能令人产生牢不可破的幻觉。被一名术士发现后，应用在他们的幻术表演上，甚至还发明了飞夜鬼这种可怕的幻术。我们在进入地宫前，应该就已经吸入这种沙子，产生幻觉了。但如果一切都是幻觉，李关真为什么要回来？这种沙子让人产生的幻觉，和现实是毫无区别的。人并不是非要生活在现实当中，他们也可以选择生活在无法分辨的幻境里。
这周围全是彗星沙，只要身在这个地宫里面，我们就无法破除幻觉，找到真正的出口。那我们怎么出去？我把这附近都找遍了，没有更多的规则了。在第一个房间的时候，我看到过一行字。什么字？刚才你为什么不说呀？我不懂那汉字是什么意思。那你能不能画出来？这不是梵文吗？印度人他们也来啊？违反7次，他会来。那这跟出去也没什么关系。飞夜鬼，是飞夜鬼会来。飞夜鬼，哼，来了正好，带回去一块熬汤喝。这个字留在地宫里面，就说明这个东西一定非常的可怕。我们违反几次了？算是他那次，一共6次。我忘了算我自己那次了。下面有出口吗？下面没有出口，但是我爷爷一定来过这里，线索一定也在这里，想办法找到他。
小哥，火！他发火！我知道出去的办法了。啊，真的？这群术士之所以在这里建造地宫，是因为这里处于沙漠的低洼地带。彗星出现的时候，就会在这里撒下大量的矿物质。这些矿物质会和沙石一起汇聚到低洼处，流入地宫。经过这砾棺的过滤之后，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彗星沙。你是说，这个砾棺是个击沙过滤器？没错。那两个头像的眼睛，就是运送沙石的通道，可以通往地面。眼花了吧？这两个眼睛是不是马上就要闭上了？是大荒落，是大荒落，马上就要到了。小哥，出口在眼睛。你们先走。走。
你走吧，别放弃，我们一起走。我没机会了！天真，三叔，三叔，天真，天真。哎，你的意思是说那些缺的笔记是你爷爷自己撕的？对啊。喂，我爷爷写的时候，应该还没有后代。后来他是怕后人会像李官镇一样，无法抵挡彗星杀的诱惑，就把那页给撕了。
目的就是为了让后人不要轻易去这个地宫。哎，你说李关镇这老小子是不是被沙子给弄傻了啊？他自己也不琢磨琢磨，就他那老胳膊老腿的，他那戈壁他坚持得过去，地宫里出得来出不来，他自己心里没点数。他不是被弄傻了，是因为欲望彻底疯了。李关镇自己以为带出了彗星沙，但其实他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幻想。人呐，总是趋向于沉浸在美好中，而不愿意接受现实的残酷。那些术士恐怕也一直都沉迷在他们的幻想。也许真实的他们和李关镇并没什么两样，那个地宫里也根本什么都没有。哟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！来，快进来，进来！哇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今儿就今儿了吧，走啊！哎呦！哎呀！